伙伴本来计划要到厦门办大陆门号跟临时驾照，但是伙伴没有到过金门，也想去金门爬唯一的小百岳太武山，于是这趟在夏夜晚风中的金门之旅就这样拉开序幕了。这次入住的是许丕简古厝，它本身就是限定古迹，建于清同治年间，展现了典型的闽南传统建筑精神，格局严谨，燕尾几根红砖墙在近色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古朴。隔天骑车跨越雄伟的金门大桥，抵达小金门，展开环岛行程。第一站来到3层楼芋头餐馆，品尝好吃的芋头冰，接着走路到旁边的勇士堡以及相连的铁汉堡。勇士堡占地约1497平方公尺，与同在黄厝的铁汉堡红土沟据点，是过去防守禁猎水道的重要碉堡。内部目前转型为地雷展示馆，让游客能亲身体验那段肃杀的战争岁月。猫公蛋是金门北海岸特有的红褐色铁质岩层，经常因海蚀而形成特殊景观。从平台望去，对岸厦门的高楼清晰可见。嗨，你是金门有名的温体牛肉载体吗？不过你这么美丽，我舍不得你被吃啊。双口海岸是金门离厦门最近的海岸。李府将军庙是奉祀元代抵御海盗的官员所建的庙宇。沙溪堡位于烈屿的最西端，是一座由花岗片麻岩开凿的坑道，这里也是眺望大胆岛跟二胆岛的最佳位置。除了军事历史，沙溪堡延伸出的木栈道是热门的拍照打卡点，尤其在盛夏阳光照射下，海岸线与湛蓝海景交织出的画面非常壮阔。这里风平浪静，搭配弦乐型的沙滩，有一份独特的宁静美感。九宫坑道位于小金门东南方，又称四围坑道，是1960年代为了因应战争期间的物资补给需求而开凿的。这座坑道完全是在极为坚硬的花岗片麻岩盘中，由当时的官兵靠着简单的工具与火药炸射而成，展现了当时军事工程的艰辛与鬼斧神工。其规模甚至比大金门的宅山坑道还要大。九宫坑道采 A 字形设计，共有4个出入口，直接连通海域。它兼具了人员掩蔽与小艇补给的功能。当海水涌入坑道，光影倒映在粗犷的花岗岩壁上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军事美感，是体会金门地底战地气氛的最佳场所。坑道内长期潮湿，且部分区域临近水域，步行时请务必小心脚下。接下来我们就慢慢地感受坑道内独特的氛围。
过来。从前方左侧大门进去，哇，巨大的花岗岩洞令人眼睛为之一亮啊！这里曾被整建成烈屿地下医院，现在则展示小金门地质与生态，详细介绍烈屿特有的花岗片、麻岩地质、海岸猫公蛋，以及当地的候鸟如鸬鹚、丽猴、蜂虎与自然生态。这2天我们看到的鸟类有戴胜、苍翡翠、丽猴、蜂虎、孔雀、番鹃、冠八哥，一些在台湾比较少见的鸟类。那边不能进去，历史光廊。将军堡是眺望金门大桥的最佳位置。如果是晚上，在这边可看到点灯的金门大桥。水獭出没，请小心。逛完小金门后，回到古迹民宿，冲个澡，再仔细欣赏一下这座古迹的建筑之美。不知是否为非假日的关系，这几天只有我们一组客人住宿，所以独享整座宅院。休息后往东半部出发，站在酒瓮上，穿着披风很可爱的风师爷。水塔公园，沙美老街与金沙戏院位于金门金沙镇，是金门历史最悠久的商业市街之一。老街历史可追溯至元代。金沙戏院建于1963年，民国52年，由当时的金门县政府与民间合资兴建。在两岸军事对峙的年代，金门驻扎了数万大军。沙美老街是当时东半岛的商业重镇，金沙戏院则是士兵与居民最重要的休闲场所。随着1980年代后期电视普及，录影带兴起，加上军队金石专案，导致驻军大幅减少。金沙戏院于1987年左右停止营业。目前戏院已被登录为金门县历史建筑，经整修后作为展览馆。由马来西亚华侨张文帝于1935年回乡亲自监工兴建，是张文帝先生为全孝心，特地回乡打造这座精美的洋楼，准备接父母回乡颐养天年的居所。这是一栋典型的2层五角基洋楼，规模宏大且装饰精致，拥有丰富的泥塑、花砖与石刻，建筑工艺展现了东南亚侨汇时期与闽南传统美学的交融。很热哈，对。不用，我放一下而已啦。洋楼完工后不久，即遭遇抗日战争，曾被日军、国军先后进驻作为指挥部或营区。张氏后人后来将洋楼捐赠给金门县政府，成为公有的文化财产。近年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与县府合作，投入大量预算进行全面修复，并已于2022至2023年间完工。
是山炮阵地，又称山后炮阵地，是台湾唯一现存的全坑道式榴弹炮阵地，是金门现存最受游客欢迎的战地景点之一，以震撼的8寸榴炮操演练闻名。它地处金门东北角五虎山峻岭中，地理位置险要，旧称镇东坑道，是取其威震东山、威震敌胆之意。全长达508公尺，每日定时有穿着军服的表演人员进行8寸榴炮操表演，很具临场的震撼感。每支8寸口径榴弹炮，其威力强大，弹头重达91公斤，爆炸威力半径可达一个足球场。接着前往狮山海岸，这里是较不为一般游客所知的景点。整个海岸遍布许多巨大且色彩斑斓的花岗岩石，走进这里，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。可以明显看到海水涨潮的高度界限，所以来这里要特别注意潮汐的涨退。这里的巨石都是经过千万年海浪侵蚀而成。海岸巨石是地壳变动与海蚀作用的杰作。这个角度看去，像极了仰天长啸的战士啊！这里是远离尘嚣的秘境，让人感到无敌且充满力量。这里的沙质细致，是海水与海风长期作用下从这些巨大岩石所分离形成的。每一颗巨石上都有令人惊艳的纹路，堪称大自然的艺术品。其实金门全岛本体是一座巨型的花岗岩岛，岩石内部含有丰富的长石、石英及铁质等矿物成分，石中的铁质释出并接触空气氧化，在表面交织出深浅不一的橘红、黄褐、咖啡色与沙黄色风化纹路。这些温暖的色调在蔚蓝海景与细白沙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耀眼，甚至带有一种迷人的异国沙漠感。晚餐本来要吃良金牧场温体牛肉的，结果去到时已经是打烊时间。
且金门大部分的店都打烊的早，只能转战到最热闹的金城镇上觅食。这间庙口大排档还不错，吃辣。隔天起个大早，在金门的重点行程就是爬唯一不在台湾的小百岳，这是我们的攀爬的路线。从豫章路将士纪念碑的登山口起登，经无望再举、乐石，再到海印寺，然后到太武池旁的岩壁上去，经太武山东峰，再到大武山三角顶的一个小 O 型路线。清晨的彩霞把天空渲染的色彩缤纷。本来打算到三角点看日出的，但是这时间应该是赶不上了，那就先到海印寺吃个免费的素食粥吧，再怀住一颗虔诚的心来参观一下这百年古寺。海印寺古太武岩寺位于金门县金湖镇的太武山顶坳处，是一座拥有超过800年历史的佛教古刹。它不仅是金门地势最高的佛寺，更是舞蹈居民金门人心中最崇高、最灵验的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中心。海印寺创建于宋度宗咸淳年间，西元1265至1274年。建庙之初，原本奉祀泉州普遍信仰的海神通远仙翁。相传后来有信众在夜间频频见到观世音菩萨现于太武山，地方乡民感念神迹，遂改奉祀观音佛像，成为纯粹的佛教寺庙。海印寺在1958年经历严酷的823炮战时，几乎被共军炮火夷为平地。现今所见的主体建筑为1960年后由国军工兵部队与地方协力陆续重建整修完成的风貌，于1988年正式登录为金门限定古迹。每逢农历正月初9，天公生，全金门岛的居民不分老幼，全家皆会扶老携幼徒步登上太武山，至海印寺礼佛祈福。这是金门延续数百年规模最盛大的传统宗教节庆盛事。古时是最初来到太武山修行的僧人栖身于礼佛的场所。安心石相传正处于太武山的龙没龙头之上，离开海印寺往太武池方向走，登山口在太武池旁不怎么明显。又来攀岩了。这一段沿着陡峭岩壁而上的路线是较少人走的路径，虽然有些陡峭且无拉绳又无明显路径，但是花岗岩的摩擦力算够只滑得了。不过下雨天不要来啊。随着高度上升，视野越来越开阔，穿过巨石错落的树林，来到
到巨石崩裂处，猜想是不是要从这裂缝穿过去？就走走看吧。这段路像是通往未知异域的感觉，不知前方是否有无法通过的障碍。穿过巨石崩裂的岩缝，视野豁然开朗。眼前这块石头非常巨大，行走在它下方的我犹如蝼蚁。垂直的石壁上长满橘色、黄色、绿色的地衣，甚是美丽。再次穿过岩洞，以及灌木树林，就到达太武山东峰及街上蔡厝古道。前方是废弃的大碉堡，往原碑方向前进。到达山脉的另一侧，前进大碉堡。360度的视野，海岸及错落有致的聚落，坐落于棋盘般的田野，景色好棒棒的。
碉堡的海拔比太武山高一些，应该是金门的最高点。站在这个斑驳孤傲的废弃大碉堡上，狂风拂面，极目远眺，一边是守护的身后家园，另一边则是近在咫尺的对岸厦门。试想着自己是守护家园的阿兵哥，这种全览两岸的绝佳视野，在如今看来是波澜壮阔的风景，但在几十年前两岸敌对、子弹不长眼的极度紧张时刻，对于驻守在此的阿兵哥来说，眼前的每一寸美景都是令人窒息的修罗场啊！在那个没有智慧型手机、通讯极度不便的年代，抽中金马奖来到这座前线孤岛，就等于与台湾本岛的家人、爱人近乎断绝了联系。站在碉堡上吹着海风，看着海浪一次次拍打在花岗岩礁石上，心里想的满是：爸妈身体还好吗？女友会不会兵变？甚至有时看着遥远的彼岸，会有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在孤岛上的孤寂感吧。到达太武山三角点，标高253公尺，迎面而来的清风吹散了登顶的汗水与疲惫。回程走一小段阶梯上倒影塔，相传最初建于宋代，据说由于塔身立于高处，在特定时节与夕阳直射下，塔影能长长的倒映在山下的海面上，因而得名倒影塔。虽历经风灾与战火毁损，如今看到的石塔为近代一原貌重新修复，它依然默默见证着金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。从倒影塔旁的观景台放眼望去，海岸的村落、翠绿的田野与交织的道路，如乐高积木般整齐排列，展现出宁静的岛屿风情。相较于北山沉重的历史感，隔住双里湖的南山聚落则显得内敛，安静且散发着浓厚的传统生活气息。南山聚落保留了大量完整的闽南传统二落大错与红砖巷弄。漫步在南山，常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前堆叠的蚵壳，以及老人家坐在石凳上剥蚵的日常风景。如果说九宫坑道是小金门的地下杰作，那么位于金门本岛古港村附近的宅山坑道，就是整个金门最壮观、最令人震撼的地下水运战备坑道，是因应823炮战后的前线运补需求而动工开凿。宅山坑道主要由坑道与水道两部分组成，呈一个巨大的 A 字形，坡道全长约101公尺，宽约6公尺。A 字形水道全长达357公尺，宽约11.5公尺。这条水道在当年可以容纳高达42艘小型的海军登陆小艇同时进驻。如今的它，除了是观光客必访的战地遗迹，更拥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现代身份——金门坑道音乐节。花岗岩壁加上平静的水面，形成了天然的顶级回音效果。每年秋季，这里都会举办音乐会，
音乐家们会坐在特制的竹筏上，在水道中缓缓漂流，演奏弦乐，乐音在水面与巨大的岩壁间回荡共鸣。那种空灵且震撼的视听体验，吸引了无数国内外乐迷慕名而来。即使不再举办音乐会，直接来访，水面上倒映出极其魔幻的花岗岩倒影，有着极具震撼的视觉效果。接着来到珠山聚落。如果说北山与南山聚落是以刚烈战士和质朴柯田著称，那么位于金城镇西南方的珠山聚落，则是一座以风水极佳、精致细腻闻名的绝美闽南古村落。走进珠山，最吸睛的就是聚落中央的一口巨大水潭。珠山聚落已有600多年的历史，全村皆以薛氏家族为主。在风水学上，这属于四水归堂的聚财吉地。每当晴空万里，红砖燕尾的古厝倒映在平静的潭面上，画面美得像一幅水墨画。这里在过去因为经商有成，侨汇源源不绝，因此兴建了大量工艺精美、格局宏大的传统建筑。在金门素有水头富、无珠山错的说法，意思是水头聚落的居民很富有，但要论建筑的精致与漂亮，比不上珠山的房子的美誉。相较于其他热门景点，珠山聚落多了一份宁静与优雅。这里的巷弄打理得非常前进整洁，红砖墙在金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古朴温润。如果你喜欢细细品味闽南建筑的胶纸陶、砖雕与泥塑工艺，或者想在避开观光人潮的午后悠闲散步，珠山聚落绝对会让你流连忘返。最后我们来到水头聚落。水头聚落又称金水村，是一个已有700多年历史的古老聚落，主要由黄氏家族在此开垦繁衍。水头临近近海，在清末到民国初年期间，许多村民只身前往南洋经商发迹，赚了钱的侨商纷纷汇款回乡，新建起一栋栋规模宏大、装饰华丽的洋楼与闽南大厝，让水头成为金门洋楼最多、风格最中西合璧的精致聚落。
离开水头聚落就要搭船去厦门了。